小岛来了，最近天气有点热，大部分时间呢，我们都是猫在树荫下或者是天幕下，甚至是大型帐篷的厅帐里。所以今天就来看看可以快速搭建好而且空间超大的 Logos 指挥所帐篷。它是一个6米直径的超大空间，收拢起来就像一个大蜘蛛，它全部都是一体折叠结构的，展开呢就像一个巨型的大阳伞，再摊开一点就更像一个超大蜘蛛了，好酷啊！真的是全部一体折叠嘞！啊，我刚从里面钻出来。中间有一个人撑着，旁边就有关节，就嘎哒一下就固定住了。但是我不够高，就建议是比较个子高的人站在里面。现在我们来进行第2段。哇，好大呀，差不多完成了。这是我今天要住的6米直径的大圆球帐。门打开，这边立起来是一个天幕厅哦。嘿，这样交叉就是一个小拱形的屋顶哦，好可爱。晚上就像一个贝壳这样盖起来就好了。这边也撑高了，这样直立行走。啊，风起风了，要赶快拉风绳。棚顶中央还有个挂灯点，加上弧形的排水结构。这几天露营下来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台风暴雨，完全不用担心，而且出太阳了还能遮阳。纱窗也是超大的，如果你有很多根营柱的话，这边也是有一个孔洞，可以展开一个小天幕厅，就好几片都可以。自带防蚊纱窗，它的每个门片都是可以独立打开的。超大的开放空间，每个口都可以进出，非常适合露营办活动的指挥所，所以也叫做指挥所帐篷。而且2个大门之间都会有个这样3角小纱窗。哦，屋顶上端有一个超大的防雨透气窗，透气散热都很理想。帐篷里的挂点也是非常多，随处都可以挂上小灯。因为它的屋顶特别高，所以它的挂灯设计是升国旗的方式哦。我来演示给你看。现在钩子在中间。就把它拉过来，好了，不然这么高卡住，它就停在这里了。还有这个门帘的收纳细节我也很喜欢，是共用式的，这样可以收纳起来整齐的2排。实际露营使用呢，我会把这个空间呢无形中分成2个区。这个呢就是我的烹煮区，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做做饭、喝喝茶，然后所有的窗户呢其实都可以打开，里面就像一个超级大的天幕厅，很通风的。然后还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就全部关上，可以在这里面睡觉啦。睡眠区，这样多用，这样真的很加分。这一类的帐篷一般都会有区域可以搭设睡眠内帐，因为白天活动的关系，难免都会有蚊虫停留在里面。那如果你没有配置专用的内帐，你该要怎么办呢？我有一个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，就是铺上地布，放上这个充气床垫，在睡前呢，你再套上这个最简单经济的折叠式的蚊帐，就可以轻松得到了一个宽敞又舒服的睡眠空间啦。当然，你另外放一个小型的网纱自己帐也是可以的啦，提供大家参考，希望对大家的帐篷使用有帮助。嘿嘿，我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住了3个晚上。这3天刚好是台风天，雨说来就来，太阳也说来就来。我基本都待在大大的帐篷里，不会觉得压迫，活动区域很大很宽敞。当然，大热天露营，空调还是少不了的。昨天晚上睡觉也是全部关闭，然后靠这个空调对着吹，还是睡得很好的。然后最大，哇，舒服。像白天这样的活动区的时候，敞开这个我就当冷风扇吹，也是很爽。啊，我今天有个大蜻蜓来帮我驱蚊哎。
但我的大帐篷里面都没有被蚊子叮到。蜻蜓吃昆虫超厉害的，而且食量又很大。你在吃吗？你在帮我吃昆虫吗？现在早上那只蝉脱的壳在这里，它跑错地方脱壳了，应该在树上脱壳，然后再去吸树枝了。它把壳脱在我这儿，翅膀软软的就掉地上了。这是我今天早上发现的一只蝉在地上挣扎，救它一下吧。你看它的翅膀很软，没有力气，因为刚刚脱壳。可以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要吸树枝才可以活。它还有一个车边连接设计，可以当车边帐使用。这个我之后找机会再来做车边帐的露营使用方式。当然也可以2个帐篷互相连接，变成基地帐的模式，很酷的。拆的时候就是这样一节一节的拆，拆完之后再把它靠拢，变回大蜘蛛。最终集中出来，这么大一个帐篷集中出来这么少。好了，你喜欢这种快速搭建结构，空间又超大，又可以一帐多用的指挥帐吗？欢迎留言给我哦，我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，拜拜。